大家好，我从住所呢骑车经过了莲花南路啊，现在来到了梅龙城，边上有个梅龙莲花园，很漂亮。我就架起我的相机啊，在这个花园里面稍微闲逛一下。其实我昨天还从它边上的上中西路啊经过，专门去到了梅龙的花卉水族市场，然后呢经过了上海中学啊，在那边逛了一下。这边呢花园里面有很多小鸟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叫，还做了一些可爱的梅花鹿的这种雕像。花园对面呢就是一片居民区底下的商业店铺啊。我是纯粹进来稍微转一转而已啊，把这里呢当成我今天的出发点，因为我今天呢要骑车去市里面，第一站呢就会经过徐家汇了。看到2位上了年纪的人发生了车祸，警察正在处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继续顺着莲花南路啊，穿过前面的铁路的隧道，前往沪闵路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短袖、短裤、短打扮，这样骑起来会轻松很多。这里呢就是沪闵路了。沿着沪闵路骑到徐家汇呢是最近的一条路。这边高架桥上面传来的那种汽车的嘈杂声啊，非常吵人，所以我也懒得说话啊，就在这条沪闵路上面骑一阵再说。
前方左拐呢就是锦江乐园了。这个附近呢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林荫路，叫桂江路。以前曾经去骑行过，前一阵子呢也去逛了一小段。春花烂漫的时候啊，这条路显得非常的漂亮。但是今天我要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，所以就不想专程去那条路上骑行了。前方呢就是锦江乐园站了，这个边上呢应该有一个长途客运站，但之前来的时候呢他们并不运营，但最近呢好像有去往金山等地的车了。我想問上個地方有得到金山的車子吧？有的。有的，来。到金山，啊。哪个地方？就到金山那个城里啊。这里有3条线。哦，3条线。一条到石化。石化，对。一条到枫泾古镇。哦，枫泾古镇也有车。多金山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还有个小的镇叫秦岭镇。哦，我们这里有3条线。明白明白。啊，你要去什么廊下啦，比如说啊朱泾啦，比如说这个地方呢，在莲花路电梯站，莲花路电梯站都是有7路到6路线到金山，是小的，明白，小镇。然后到石化的话，这边就有车，是吧？石化就石梅路就是石梅线。啊，这个叫凤梅线啊，凤梅线。那我这样的小车把它折起来可以放上去吧？自行车不是，这是折起来一个很小的。可以。它下面是可以放的吗？还是说就拎上去？拎上去。啊，拎上去。哦，好。拎上去。行。这边的新西南汽车站啊，我去看看。刚刚门口的老师傅讲的非常详细了。到金山有3条线，20分钟一班，早上6点钟就有。我就改天准备过来坐这个车。哦，你看，还有这么多风景的车，啊，就是这样的车。我的买票机里上错码了。哪个买？讲了，这边有写啊，新西南汽车站，就在锦江乐园站的边上。在上海呢，地铁上是不可以上这种自行车啊，就连这种折叠的小车也不行，除非你有一个硬壳啊，一个箱子，这样就比较出行麻烦。所以今天路过这边的来问了一下，可以搭这些长途汽车去到一些相对比较远的地方。刚刚说到一个枫泾古镇啊。它属于金山，但实际上已经靠近浙江了。我们以前专门去过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古镇。以后有机会啊，可以坐着这样的长途汽车再去逛逛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前方左转呢就是桂林路，右转呢是老富民路啊。现在呢，我骑过老富民路啊，我的右侧呢有荣耀路隧道的路口，应该这边也是可以去到浦东的。昨天呢，我路过上海植物园，就在这个附近不远处啊。虽然它还在最后的收尾，
还没有完全的完工，但是呢，确确实实啊，这里边的占地面积啊非常之大。我现在转进来啊，前方呢就是上海南站，这个门前呢也是一大片的绿地啊，建得非常的不错。现在呢，我推着车来到了上海南站的跟前，就是到它跟前来转转而已了。现在你要搭普通的火车呢，就是从这个上海南站，还有一个上海站啊。但是据说呢，这边很快就要变成一座高铁站了。将来以后呢，这边就是只走高铁。那上海的普通客车就要去到外围，去到松江南站等地了。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。当然，我相信也要一些年才可以把它完成这种更新交接。南站呢，当年啊，它是一个下沉式的设计，看上去还不错。但现在来看呢，跟周围的这些高楼大厦来比啊，它就显得有点矮了。应该说还是没有太超前的设计。远远的望过来呢，这么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啊，很像一个大的体育场馆，但它却是一个火车站。我们来观望一下啊，这个南站边上，外面呢就是沪闵路高架，下面呢走出租车，上面呢就是行人进站啊。现在设计的这些火车站、汽车站等等交通枢纽呢，应该说都还比较合理。而且这个南站下面呢，应该有2个地铁的交汇啊，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。无论是坐公交车还是开车，哪怕住在附近的人走路过来呢，都还算方便。来到这种大的交通枢纽呢，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啊，就是很想尝试推着这个小折车进到里面，搭上火车去到远方，下了站以后呢，打开折叠车骑行。这个当然只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旅行的方法之一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。有机会还是要尝试一下吧。你看啊，这边有一个上海南站站区分成平面示意图，它明显的就是一个圆形的区域啊。当然标示很清楚，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找到你要找的目的地啊。但是感觉呢，这边商业还是稍微差了一些，并没有太多的商业的这种设施。当然，我相信这个车站里面肯定是有不少的餐饮啊、商店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结束在南站的打卡，然后去找一条路回到沪闵路上去。中国社会呢，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啊，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对一个陌生人啊，对一个外面来的人，他永远都是首先把你判定你这个人可能是有问题的。而且这种观念呢，已经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理念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
在街上，在任何公共的场所遇到陌生人，大家是不会打招呼的，因为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坏人好人。潜意识里面呢，首先把你判定为一个可能的坏人。这个跟我们在西方的社会，陌生人首先对你信任，把你当成一个好人，但是一旦吃过你的亏，或者你这个人信用不行的话，那么以后呢，大家都会对你有所警惕。那也是一种社会的共识。当然无所谓对错，就看你是在哪一个社会生态中生活。现在呢，我应该骑行在柳州路上，但前方呢应该是可以拐到富民路上去的。昨天呢，还有国外的朋友啊，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看了我的视频，在上海骑行的这些所见所闻呢，就发出一句惊叹：所以中国真的是一个基建狂人，因为从我的视频的里面看到了很多正在建设的巨大的工地，从小区到商业中心到普通的马路等等，好像见不完的这种公式啊，确实说的没错，但是这个到底对与错呢，只能让时间来评判。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啊，就是以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啊，大概有30-50年吧，这种基建呢几乎是停止的。那么整整半个世纪以后啊，一旦经济得到了一些发展，所以呢，这种建设的欲望、建设的热潮，自然就应运而生。那么上海作为头牌的经济的城市啊，当仁不让的在基建方面呢，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。当然，基建热潮啊，并不仅仅在上海，在很多的大城市，但凡只要是省一级的这种大的城市呢，你几年不去啊，都会面貌为之一新。很多地方呢，我们很久没去了，去一下以后呢，就会惊叹不已。如果你以前在这种城市住过，那么你隔了10几20年，可以说基本上你会找不到路。所以我们这代人呢，是这种建设基建的见证者，但是到了下一代啊，再下一代，他们可能就是想啜来之食，他就会觉得这些都是与生俱来就有，生下来就在那里，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好惊讶的地方，就是看你所处于什么样的时代。一路走一路看呢，我看我就很难再回到富民路上了。
现在前方这条马路叫武宣路，应该是从来没来过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没有错，随便走哪条路呢，应该都是殊途同归。说到工地呢，工地马上就来，在这么一条小路上呢，也围闭起来，有一个巨大的公司。哦，这边来到了一条小河边。小河边呢也搞了一些清水的平台，还有一些水生的植物啊，让大家在这边可以遛遛狗、走一走、休息一下。就是啊，迎面扑来的这些应该是柳絮吧。这边叫龙水溪桥，我从来没来过这地方。就刚刚说到春天的这种迎面扑来的柳絮，但是还好啊，如果是那些对这个过敏的人就比较麻烦了。原来前方是龙巢路站，应该3号还是第4号线的一个轻轨站。我的一位亲戚呢就住在这个附近，虽然呢也算一个老区啊，但是交通已经四通八达，出行非常方便了。3号线和12号线的交汇。这条大马路呢就是龙巢路，我要看看我该往哪里走呢，好像也没什么选择，只能往这边走。前方呢就是龙武路啊，就是这里是龙巢路和龙武路交界的地方。那我觉得我只要左转就可以去到龙华了。现在呢，我骑行在龙武路上，这是龙华到吴京的一条路吧。
前面龙华西路上呢，就有龙华寺。前天我刚去过七宝教寺啊，龙华寺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古寺，和七宝寺一样啊，也是经过了重新的翻新、重新的建造啊。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啊，这些重新翻新的资金啊，到底来自寺庙自己得到的捐助，就是那些香客们的奉献，还是由国家来买单。不知道有谁懂这方面的啊，可以说明一下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些以前就有的寺庙，首先呢，它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啊，使得香火呢一直可以延绵下去。另外一层意思呢，就是老百姓他还是有很多的民间的信仰，他可以信守。骑过了龙水北路啊，继续在龙华西路上面稍稍的往前走一段，龙华寺呢就在前方了。经过一番整治以后呢，你看到啊，像右侧这些普通的房子呢，也做了一些跟寺院啊，或者是民间文化相符的一种设计款。现在呢，我在龙华路上左走，我的前方呢，这边就是一个商业的中心，应该是有万科发展的，名字叫龙华汇啊，看来基本上落成了。马路的左边呢就是龙华庙、龙华寺，最醒目的呢就是龙华寺中间那个宝塔。这里呢是11、12号地铁线的交汇处。现在很多商业中心呢都喜欢做成这种低层的，但是呢看上去这种店铺非常丰富的小的商业中心。所以这边呢就是龙华的万科中心了。有时候觉得这边很多的这种小商业区啊，当然也包括更多的这种开放式的公园啊，对这种电动车、单车路内啊，好像如临大敌一般。所以看到很多保安站在门口呢，我就懒得进去了。
前方呢又在施工，但是这条河冲边上的一些绿道、绿植好像做得还不错。看上去像一个崭新的公园。可惜啊，这边还在进行一个建设过程当中，走不通。正对着呢就是龙华的宝塔，应该有相当年头的一座古塔。那么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今天第一段的骑行。趁着好天气啊，就随意走走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。然后呢，我从这边继续再去到市里面啊，去到徐家汇，然后呢再去找一些上海的老街道随意的逛逛。大概今天的行程呢就是这样，所以请期待我下一段的骑行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